很喜欢北京那种就是特别平坦的感觉。你的眼睛随时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一放，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没有什么遮挡的天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的视线放在那里，可以休息一下，精神上特别特别放松，很好。我最喜欢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独自去工作，路上也是一个人，然后在那里就是一个人工作，然后完了到时间，然后你一个人回家。而且你会就是特别 enjoy， 就是每一分钟。你突然发现你有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充分的享受这个无事可做的时间，你就可以在里面很好的去玩，你可以去试很多你想玩可以玩的东西。Yeah, it's really juicy, right? I like this very juicy texture. It's kind of putty, and it's used for fix a car. And it's much more rough than acrylic, like a painting material, because painting material is sometimes too smooth or too perfect. 对我而言，这种面特别像是鳞片或者是动物的皮肤。它会让这个表面显得更加的碎，就是充满了细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My sculpture always mix elements of shape and the elements of ready-mades. I like the industrial design elements. As you may say here, are lots of elements from, right now it's from motorbike. Motorbike handle. The silver part, you can see, like a weapon, really. This one is 3D print. This is the top part. This one. The big nail. And here, for this, like the 发芽。我塑造了一些像是有特定身份和背景的角色。在我假定的世界观里边，他们也许来自不一样的文明、种族。我受童话影响很大吗？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吗？从树到一个茶壶，童话世界里那种很开放的、容忍各种各样的特征存在，那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更有趣的世界。因为工业设计，它会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些花哨的东西吧，它很 clean， 所以它跟树根这种非常 nature， 然后非常就是 massive detail 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语言。我很喜欢在作品里边去制造一些，也许是可以叫做矛盾，一种反抗。我不想要一个东西就是停在那里，它就是非常确定，它一定是什么。我希望总是有，好像不太合群的那么一小块。这个图上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大概的样子，因为我涉及的各种工艺和材料都太多了，我就需要先在电脑上做一个统计吧，然后才可以去制作，否则工作量太大了。我最近前一段时间是在找帽子嘛，你知道帽子我已经找了特别多了，现在已经受够了，我要吐了。我觉得 Pinterest 的好处是，如果你知道你要找什么，
它就很准确，全是这个。但是它的限制也就是在这里，就是它太准确，如果所以说不能产生一些就是多的其他有意思的部分。再早一点的时候的互联网比较有趣，就是大数据没有那么准确的时候，尤其是你在用搜索引擎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情况，就是你明明想找一个什么，但是会出来一些很奇怪的，他们有一种很微妙的联系。你不知道他们是由于一种什么样的 logic， 然后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很好玩。不光是做雕塑，或者是做影像，更多的其实你是需要很虚心的去听你的材料要说什么。Things in their perfect appearances. 在我的影像，我会用到很多的 footage， 但是至于他们能够 deliver 什么样的意图，这个在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只是知道他们很有意思，很有趣。在最早做3屏录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碎片和 moment 这种片段才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状态。当我们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许都记不清楚这个人的样子，但是你可能能记住那一天旁边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它都是跟很多东西在一起，成为了当时那个 moment。不希望观众把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某一个东西上面去追问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的。我更希望观众从很多的碎片当中陷入一种特别抽象、完全没有文字的状态。把那俩都整开。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如果我去用一些就是树根或者陶瓷这种很传统的东西，虽然说你知道你可以用，但是你心里边你会本能的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排斥，就是你会怀疑它。比如说是树根，它有一个很 long history， 每个人都会觉得，就是那种就是哦，就是你好像看到你父亲或者你爷爷什么那种。中国的古代艺术其实很难跟现在我们称为 contemporary art 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内部的美学结构和他们的意图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近几年我们又开始重新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去做事情，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去看看，就开始重新正面的去看待传统历史的这个价值吧。反正我就想用这两个颜色，就是这两个。This one, very roughly, you can see the shape, the top of this sculpture. Then we can see how is it gonna look before I send this mold into oven. I think the different material put together is like you eat a dish. You can taste this crispy skin and the very juicy, soft inside. So you can taste the different surface and the different smell.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eally chewable.
not only soft or not only crispy. It should be like you can chewing and you can taste the power, the strength. It's gonna be really different. 材料本身对我而言没有很多限制，你还是希望让它的那个整体 image 非常的 strong， 但是同时你又想要观众能够去细细的看，能够去体会里面不同的 layer。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去转换。好嘞，这轻点嘛，它没那么沉，相对就。视觉艺术这条路，尤其是对于亚洲艺术家来讲是很难的。毕竟 contemporary art 不是在亚洲发源的嘛，在你的历史当中没有这种传承。比如说，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就是纠结的 struggling， 就是你对于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我曾经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遗憾，但是我现在看法有点不太一样。看到你作品里面的那种很纠结或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反而成为了一种很有特点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我们这个艺术的环境它还在变化，所以在变化当中的时候，你还是很有可能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年轻艺术家还是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发生吧。We'll see， 就是时间还有吗？